张艺谋没有撒谎，被说不合群的赵丽颖，事业上却越来越成功。离婚后，她一步步完成了农商政三部曲，曾经不被看好的圆脸妹也成了实力派。镜头前的她是角色，镜头后的她却是内娱神龙线首部线尾的存在。而这一次，张艺谋导演直接道出了赵丽颖不合群背后的真相，原来是我们都误会了，别人都不看好你，偏偏你最争气。这句话放在很多人身上都很适用，而放在赵丽颖身上，那完全就是她的真实写照。如果倒退回10年前，谁能相信一个没有学历、没有背景的农村女孩，能在娱乐圈风生水起，成为顶流人物呢？最近内娱大型活动扎堆，微博之夜星光熠熠， Vogue 20周年群星大合影吸引万众瞩目，各类颁奖红毯的热图和高光视频更是接连霸屏网络。杨幂、刘亦菲、倪妮等熟面孔轮番登场，新晋演员也扎堆出镜，但仔细观察会发现，赵丽颖似乎很少露面，就连 Vogue 20周年的重磅大合影，她也未曾现身。一时间，不合群热度下滑未获邀请的猜测迅速发酵，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但事实上，正如张艺谋导演之前所说，演员的脸该长在角色身上，而不是红毯上。赵丽颖不喜欢曝光，她死磕角色。2024年春节档，张艺谋执导的第20条引发全网热议，在全明星阵容中，赵丽颖的出现让人惊喜。这是她首次与张艺谋合作，饰演的听障母亲郝秀萍，与她以往塑造的角色截然不同。没有精致的妆容，没有华丽的台词，所有情感都通过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传递，难度极大。起初，不少人质疑她是否能驾驭这样复杂的角色，甚至觉得她只是来镀金。然而，面对外界的质疑，张艺谋在发布会上公开力挺赵丽颖，称她给了自己很大的惊喜。他透露，在拍摄过程中，赵丽颖常常在片场一言不发，哪怕和人交流也尽量用手语，甚至戴上耳塞，沉浸式的感受听障人士的内心世界，一度让工作人员都忘了她的存在。张艺谋坦言，这样的角色极为难演，赵丽颖突破了自己的天花板，交出了完美的答卷。很多人不知道，赵丽颖的不合群从来都不是孤僻，而是她把别人用来维系人脉、参加聚会的时间，全部投入到了角色的打磨中。她出生在河北廊坊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父亲是民警，母亲是售货员，家境并不优越，没有任何背景和门路，能走到今天，全凭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靠一部部作品站稳脚跟。2006年，赵丽颖在管道防腐公司做销售助理时，偶然看到雅虎搜星的比赛海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名参加，最终凭借出色表现获得冯小刚组冠军，签约华谊兄弟，正式踏入演艺圈。那时的她，中专学历，没有科班功底，长相被评为太圆，只能演丫鬟，前路布满荆棘。刚入行的几年，赵丽颖几乎都在跑龙套。她在《金婚》中饰演蒋雯丽和张国立的三女儿多多，在《锁清秋》中饰演聪明机灵的丫鬟文燕，在新版《红楼梦》中出演家道中落的邢岫烟。那几年，她没有名气，没有话语权，戏份不多，报酬微薄，但她从未敷衍过任何一个角色。即使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配角，她也会反复琢磨台词和神态。2011年，新《还珠格格》开拍，赵丽颖试镜晴儿一角时，遭到琼瑶质疑脸太圆，不够成熟。然而她没有放弃，认真研读小说和过往版本，写下近万字的角色理解，最终凭实力打动琼瑶，成功获得角色。凭借温婉俏丽的晴儿，赵丽颖首次获得观众关注，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她的韧性。2013年，陆贞传奇的播出让赵丽颖一夜爆红。她饰演的陆贞，从备受欺凌的小女官，一路逆袭成为一代女香，坚韧的形象与她自身经历高度契合。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她泡在剧组反复打磨剧本，
仔细揣摩角色的每一个情绪转折。该剧播出后收视率一路飙升，不仅登陆韩国 MBC 电视台，还让她斩获国剧盛典最受观众喜爱的新人女演员奖。爆红之后，赵丽颖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沉迷于流量带来的名利，而是继续深耕演艺事业，不断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姗姗来了中，她饰演可爱软萌的吃货职员薛姗姗，凭借灵动的表演获得国剧盛典内地最具人气女演员奖。该剧还被多个国家引进播出。2015年，《花千骨》的播出将赵丽颖的事业推向新高峰。该剧创下中国内地周播剧收视纪录，网络播放量突破200亿。赵丽颖饰演的花千骨，从纯真懵懂的小骨到黑化后的妖神，情感层次丰富。凭此角色，她先后获得澳门国际电视节最佳女主角奖、金鹰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等荣誉。此后，赵丽颖陆续带来了《楚乔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等多部经典作品。在《楚乔传》中，她为角色瘦身8斤，在内蒙古的高温沙地反复拍摄打斗戏，浑身淤青也毫无怨言。该剧成为内地首部在播期间网络播放量突破400亿的电视剧。在《幸福到万家》和《风吹半夏》中，赵丽颖彻底摆脱了古装偶像剧的标签，转型饰演现实主义题材中的女性角色。在前者中，她饰演勇敢正直、坚守底线的何幸福；在后者中，她饰演精明能干、敢闯敢拼的许半夏。凭借这2部作品，她斩获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用实力证明自己不仅能演偶像剧，还能驾驭厚重的现实主义角色。相比同期艺人热衷于参加综艺、商业活动、维系人脉，赵丽颖始终保持清醒，把重心放在拍戏上。她一年中有300多天都在剧组度过，拒绝了很多无意义的聚会和曝光，甚至为了沉浸角色，在片场刻意保持沉默，这也让她不合群的标签愈发深刻。第20条中的郝秀萍，便是赵丽颖不合群背后努力的最好证明。为了演好这个听障母亲的角色，她拍摄前专门和听障家庭一起生活，认真学习手语，观察听障人士的言行举止。拍摄期间，她素颜出镜，全程少言寡语，哪怕休息时也戴着耳塞，只为更好地带入角色情绪。她的投入不仅打动了张艺谋，也感动了同组的演员。饰演她丈夫的潘斌龙，在看监视器时多次眼眶发红，甚至担心自己的表演配不上赵丽颖。饰演乌爸的阿如那，冠影后发自内心地向郝秀萍这个角色道歉。凭借这个角色，赵丽颖获得第37届大众百花电影奖最佳女配角，再次证明了她的演技。如今的赵丽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能跑龙套的小演员。她当选河北省影视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第7届理事会理事，先后与张艺谋、陈可辛等知名导演合作，银幕之路越走越宽。那些曾经嘲讽她不合群的人，终于明白，她不是不懂圈内规则，而是不屑于迎合，选择了一条更难走但更长久的路，靠作品说话。内娱从来不缺善于经营人脉、懂得圆滑处事的艺人，但像赵丽颖这样始终坚守初心、深耕演技的演员，才是行业真正需要的力量。张艺谋没有撒谎，赵丽颖的不合群从来都不是缺点，而是她专注于热爱、坚守本心的选择。这条靠实力铺就的大道，或许走得缓慢而孤独，却终将通往更高远的未来。可如果把时间再往后拉一点，你会发现，赵丽颖身上的那种不合群，其实恰恰是一种难得的清醒。在流量至上的内娱时代，太多演员忙着经营人设、维系关系、参加综艺、刷存在感。有人一年上几十档节目，却很少有真正能被记住的角色。但赵丽颖似乎一直走在另一条路上，一条不那么热闹，却越来越稳的路。她很少在社交平台上制造话题，也不太主动出现在各种名利场。很多时候，
当其他明星在红毯上争奇斗艳时，他可能正穿着戏服，在片场反复拍一场情绪戏。有人说他低调，有人说他不合群，可换一个角度看，那其实是一种对职业的专注。演员这个行业，说到底还是要靠作品说话。红毯的灯光再亮，也照不进角色的灵魂。综艺里的笑声再多，也替代不了一个真正打动观众的角色。而赵丽颖恰恰是那种愿意把时间花在角色身上的演员。从《陆贞传奇》的坚韧，到《花千骨》的纯真与黑化，从《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隐忍聪慧的盛明兰，到《风吹半夏》中野心勃勃、敢闯敢拼的许半夏，她几乎每隔几年就会交出一个新的代表角色。这种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十几年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有人羡慕她的成功，却很少看到她背后的坚持。1年300多天待在剧组，几乎没有时间参加社交活动。为了角色减肥、学习方言、体验生活，甚至在拍戏期间刻意减少说话，只为了更好地进入角色状态。这些事情听起来简单，但真正能坚持十几年的人其实并不多。也正因为如此，当张艺谋说赵丽颖给了他惊喜时，很多观众其实并不意外。因为真正认真对待角色的人，迟早会被看见。回头再看这些年围绕在他身上的那些争议，脸太圆不够高级、不合群、资源不好，似乎都在时间面前慢慢失去了重量。真正留下来的是一部部作品，是一个个角色。或许这就是赵丽颖最特别的地方，她没有把自己活成一个永远站在聚光灯中心的明星，而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断成长的演员。在这个越来越浮躁的娱乐圈里，这种选择看起来有点笨，也有点孤独。但正如张艺谋所说，演员的脸应该长在角色身上。如果有一天观众提起赵丽颖，想到的不是红毯上的造型，而是花千骨、盛明兰、许半夏、郝秀萍这些角色，那她的坚持其实早就已经赢了。所以说，张艺谋没有撒谎。赵丽颖的不合群，从来不是因为她被排除在外，而是因为她一直在专心做一件事，把戏演好。而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这或许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赵丽颖离婚4年，凭实力再破内娱天花板。娱乐圈总是充满着各种纷繁复杂的故事，有些人通过绯闻成名，有些人依靠炒作重回公众视线，还有一些人把婚姻生活当作一出永无止境的连续剧。然而，真正能让观众专心坐在电视机前，沉浸其中，欣赏其作品的，却寥寥无几。赵丽颖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最近，我忽然意识到，她的离婚已经过去整整4年。4年，转瞬即逝，既不算长，也不算短。这个时间段足以让许多人从炙手可热的顶流跌入无人问津的境地，也足以让一些人从事业巅峰跌入深渊。然而，赵丽颖呢？她依然悄无声息地前行，凭借一部小成大事，突破了内娱那层所谓的天花板。更有趣的是，这次与她搭档的竟是黄晓明。两人的合作激发出了一种令人惊叹的化学反应，网友们纷纷赞叹，能想到让赵丽颖和黄晓明搭戏的人真是个天才。为什么会有如此评价？因为这两位演员都是那种你以为已经触及极限的存在，而他们却能不断带给观众新的惊喜。接下来，我们不妨仔细看看赵丽颖在剧中的表现。记得在那场会议室的戏份中，她饰演的基层干部李秋平，面对调查组的层层逼问，却依然能够从容应对。她的气场不是强行营造出来的，而是源自于她内心的沉稳与自信。每一句回应都能让对方哑口无言。那一刻，屏幕上的她仿佛化身为经验丰富的猎人，冷静、睿智。看着她坐在那里，仿佛能感受到这个女人走过的风风雨雨，她的沉稳与可靠，浑然天成。再看看那场在馄饨摊的戏，
他因为误解和指责而独自一人坐在路边摊上，强忍着眼泪。他的崩溃与隐忍情感交织，那种痛苦的情绪几乎要把观众的心撕裂。那一刻的赵丽颖演技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巅峰，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她表演生涯中的又一高光时刻，我深感认同。还有在街头喝止混乱的那一场戏，她仅仅一声怒喝，便让整个场面为之一振。她将基层女干部的干练与魄力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份果敢和气势令人震撼。从楚乔传中的热血少女，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聪慧明兰，再到如今的基层干部李秋平，赵丽颖一直在不断挑战自己，演绎着各种不同的角色。她塑造的形象涵盖了人生的方方面面，许多男演员尚未尝试的角色，她作为一名女性演员却都一一演绎出来。赵丽颖用她的坚持与实力征服了观众的心，也在娱乐圈中写下了属于她的独特篇章。很多时候，人们谈起娱乐圈，总喜欢用流量话题来衡量一个演员的价值。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就会发现，真正能留下来的，始终还是作品与角色。赵丽颖就是这样一个越来越被时间证明的演员。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她，是在古装剧里。那时的她带着一张略显圆润的脸，在一众精致脸孔的女明星中显得有些特别。有人曾质疑她的外形，有人认为她只是运气好，也有人觉得她不过是一个赶上了古装剧红利的演员。但十几年过去，当那些争议慢慢沉寂，人们再回头看时，却发现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出了一条极为扎实的演员之路。从楚乔传里倔强热血的楚乔，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隐忍聪慧的明兰，再到如今小成大事中沉稳干练的基层干部李秋平，赵丽颖似乎一直在做一件事，不断改变自己。这种改变并不是简单的换一个角色类型，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成长。早期的赵丽颖更多依靠的是角色本身的魅力和故事的张力，而现在的她开始用更加细腻的表演去填充角色的每一寸情绪。在小成大事里，这种变化尤其明显。会议室那场戏，面对调查组的层层追问，她没有用激烈的情绪去对抗，而是用一种冷静、坚定的语气一步步回应。那种气场并不是通过夸张的表情或台词来表现，而是从眼神、停顿，甚至是坐姿中慢慢渗透出来。观众能清楚地感觉到这个角色背后经历过多少复杂的现实与压力。而在馄饨摊那场戏中，他又完全换了一种状态。那一刻的李秋平不再是那个沉着冷静的干部，而是一个被误解、被指责，却仍然必须咬牙坚持的普通人。他低着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始终没有真正掉下来。那种克制的情绪，比嚎啕大哭更让人心疼。或许，这正是赵丽颖这些年最大的变化，她越来越懂得收。演员的成熟，往往体现在这种分寸感上。什么时候该爆发，什么时候该克制，什么时候只需要一个眼神就够了。赵丽颖显然已经逐渐找到了这种节奏，再加上这次与黄晓明的合作，也让整部剧多了一层看点。两位演员都属于那种在行业里摸爬滚打多年的人，他们的对手戏没有刻意的炫技，却充满了真实的力量。很多观众看完后都说，这种搭配其实出乎意料，但效果却异常自然。其实回头看赵丽颖的这几年，会发现她走的并不张扬。离婚之后，她没有频繁出现在综艺里，也没有刻意制造话题，而是一步一步地把重心重新放回到作品上。在一个越来越喧闹的娱乐环境里，这种选择反而显得难得。也正因为如此，当观众再次在屏幕上看到她时，总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好像她一直都在，但每一次出现又都会带来新的变化。或许这就是演员真正的魅力，不是靠一时的热度，而是在岁月的积累中，让角色慢慢替自己说话。
如果说娱乐圈真的存在所谓的天花板，那么像赵丽颖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往上走的人，大概正是在不断把那块天花板往更高的地方推。冯绍峰没想到，离婚4年，赵丽颖会因黄晓明的一句话实现口碑暴增。距离冯绍峰和赵丽颖结束夫妻关系已经过去了4年多，期间两人始终保持着相互尊重与体面，从未出现过互撕的状况，始终让儿子不至于感到左右为难。虽然离婚让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但他们依旧用最成熟的方式面对，不让曾经的情感纠葛影响到家庭和孩子。自从与冯绍峰的婚姻结束后，赵丽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事业之中。可以说，她的工作成就和口碑实现了质的飞跃，尤其是在黄晓明的一番话之后，事业的高峰来得更加猛烈。赵丽颖从来都明白，在娱乐圈这个浮躁且竞争激烈的行业里，只有不懈努力才能站稳脚跟。在未遇到冯绍峰之前，赵丽颖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拍戏上。她深知自己并非天生拥有背景和资源，与一些天赋异禀的女星相比，她没有退路，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争得一席之地。为了赢得圈内更多人的认同，她从未敢有一刻松懈。由于家庭条件普通，赵丽颖在追求演艺梦想的路上，难免遇到各种冷眼与质疑。那些曾经在她身边的人，许多对她表现出了极端的冷淡和敌意，甚至恶语相向。有的导演不仅对她的外貌提出质疑，甚至对她做出言语上的伤害。尽管如此，赵丽颖从未发过一声怨言。她知道，这就是娱乐圈的残酷，她必须通过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来改变别人对她的看法。只有自己的事业成功，才会有人开始尊重她。如今，赵丽颖早已走到了如今的高度，证明了所有曾经质疑她的人都是错误的。她不仅让自己在事业上收获了更多的成就，也让那些曾经不看好她的人开始闭嘴。她的成功正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成果，毫无捷径可走。然而，这个对演技执着的赵丽颖，竟然因感情问题受到了一些人的非议。2018年10月16日，赵丽颖在社交媒体上突然宣布结婚的消息，这个消息来得如此迅速，甚至让许多粉丝都没有反应过来。在他们的眼中，赵丽颖与冯绍峰似乎并不搭配，甚至有些人开始讽刺她，认为她是看中了冯绍峰的家庭背景，才选择结婚。冯绍峰来自一个相对优越的家庭，早年就能开豪车，而赵丽颖的家庭则显得普通不少。许多人不禁要问，这样背景差异如此巨大的两个人，真的能够收获幸福吗？即使外界的声音越来越多，两人依旧没有放弃彼此。很快，关于两人迎来孩子的消息传开了。随着孩子的降生，外界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大家开始认为，如果两人没有真心相爱，怎么可能会考虑要孩子呢？然而，外界以为孩子的到来会让两人的感情更加深厚时，2021年4月，离婚的消息传出。为了保护孩子，避免婚姻问题带来不必要的伤害，赵丽颖和冯绍峰从未在网络上公开指责对方，相反，他们始终在公开场合强调，虽然分开了，但会共同抚养孩子，不会让孩子受到任何伤害。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经常有媒体拍到他们一起带着孩子出门玩耍。两人始终怀着一个简单的想法，那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既然双方都如此为孩子着想，那么为何他们的感情走到了尽头呢？对于这个问题，冯绍峰也曾表示过困惑。在一次采访中，他坦言，我至今不确定他当初是真的喜欢我，还是只是想要结婚。这句话透露出他内心的挣扎与无奈。与冯绍峰不同，赵丽颖在这段感情结束后便没有再提及自己的私生活。两人对待感情的态度反差明显，也为他们的离婚埋下了伏笔。当两人彻底分开后，现状却有了天壤之别。冯绍峰似乎将事业放在了一边，
更加注重孩子的陪伴。经常可以看到她在学校陪伴孩子，希望他能够有一个更加幸福的童年。而这或许与他的家庭背景也有关系，他的家庭条件给了他更多的底气和选择。而赵丽颖则完全不同，如今她独自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继续在演艺事业上拼搏，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与认可。今年1月，赵丽颖凭借自己的作品《小城大事》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让前夫冯绍峰未曾料到。为了给儿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也为了让自己的优秀才华被更多人看见，赵丽颖依旧像过去一样全力以赴。在《小城大事》中的表现，不仅令观众刮目相看，也得到了合作演员黄晓明的高度认可。黄晓明在接受采访时毫不吝惜夸赞之词：“我的母亲真的很喜欢你。”看到自己演技获得认可，赵丽颖也显得既害羞又开心。她在这部剧中的表现确实让许多人感到惊艳，尤其是她所饰演的80年代基层干部一角。赵丽颖为了这一角色剪掉了长发，完全投入到角色中，她的演技也因此更为细腻，赢得了观众的认可。看到赵丽颖如今的事业取得如此成就，许多人都为她感到由衷的高兴，也更加明白她这一路走来有多么不容易。很多人谈到赵丽颖的时候，都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她：稳。这种稳，不是一夜爆红后的顺风顺水，而是一种从质疑声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笃定。从最初那个被嘲笑圆脸不适合当女主角的女孩，到如今能够用作品说话的实力演员，她的每一步几乎都走得比别人更难，但也更扎实。回头看她这些年的经历，其实很像一部现实主义成长电影。出身普通，没有强大的背景，也没有所谓的天祥资源。在早期的娱乐圈环境里，这样的演员往往很容易被忽视，甚至被轻视。很多人只看到他后来站在舞台中央的样子，却忽略了他在边缘位置默默打拼的那些年。正因为如此，当观众真正看到他在镜头前一次次完成角色时，才会慢慢意识到，这个演员不是靠运气走到今天，而是靠耐力。他的演艺道路中，婚姻曾经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和冯绍峰的那段婚姻，当年在舆论场里引发了不少讨论，有人祝福，也有人质疑，甚至有人把他的选择简单归结为现实。但几年过去后再回头看，那段经历更像是人生的一段插曲，而不是他的全部。真正决定他位置的，从来不是婚姻，而是作品。离婚之后的赵丽颖，似乎比以前更加专注于演员这件事。她没有频繁出现在综艺里，也很少在社交平台制造话题，而是把时间花在角色上。这种在当下娱乐圈显得有些慢的节奏，反而让她显得格外特别。因为在一个越来越依赖流量和曝光的环境里，一个演员还能把重心放回作品，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难得的坚持。今年播出的《小城大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部剧里，他饰演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基层干部。这个角色没有华丽的造型，也没有夸张的戏剧冲突，更多的是一种贴近生活的真实感。为了角色，他剪掉了长发，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朴素、干练。镜头里的他，不再是精致的明星，而更像一个真正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有意思的是，在采访中，合作演员黄晓明的一句话反而成了很多观众热议的话题。他说：“我妈妈真的很喜欢你。”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却意外的有分量。因为在很多普通观众的眼里，被妈妈被认可，往往意味着这个演员的表演是自然、真实、让人舒服的。某种程度上，这比任何华丽的评价都更有说服力。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很多人突然意识到，赵丽颖的变化其实早就发生了。她不再只是流量时代里的一个热门名字，而逐渐成为能够被不同年龄层观众接受的演员。年轻人喜欢她的努力和真实，中年观众则认可她表演里的生活质感。这种跨年龄层的认可，
在娱乐圈并不常见。或许这就是赵丽颖这些年最重要的成长。她不再急于证明什么，也不再被外界的声音左右，而是安静地把每一个角色演好。时间久了，观众自然会给出答案。娱乐圈从来不缺一时的明星，但真正能够走得长远的人，往往都是那些愿意慢慢打磨自己的演员。如果把他的人生拍成一部电影，那么现在的他大概正走到最有力量的章节。那些曾经的质疑、误解，甚至嘲笑都没有消失，但他们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最好的回应从来不是解释，而是作品。陈逸天宰相之子王真携善闹元宵，兵器谱原为赵丽颖与凤行签名。元宵佳节的夜晚，华灯璀璨，月光如洗，洒在大地上，温柔而明亮。明月楼内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人们举杯欢笑，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中。而在这片欢愉的海洋中，有一个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身着一袭蓝色云锦长袍，手中轻握着一把折扇，优雅的动作仿佛从古画中走出的贵公子。此人正是当朝宰相的儿子王真。他的面容如同冠玉般清晰俊朗，气宇轩昂，仿佛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人群中，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那把折扇看似清雅，实则另有深意。王真轻轻开合，扇面在他手中时而掩在掌心，时而随风摇曳，仿佛他与这扇子融为一体，成为了他浑然天成气质的一部分。每一挥扇都仿佛是在诉说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江湖传奇。这把折扇不仅仅是一件优雅的装饰，它更是一种象征，象征着王真身上那份深藏不露的威严与力量。它是兵器谱上赫赫有名的社交平台，每一挥动都能掀起一股巨大的波澜。就在此时，王真不禁慷慨发声，语气中带着几分威慑力：“别在我面前提江湖，我是宰相之子王，这把扇子就是规矩。”他的话语充满了自信与威严，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仿佛整个世界都被他的声音所压制。接着，王真转身调侃起元宵的庆祝，他玩笑道：“跟我一起闹元宵，追剧，爱怎么样我不清楚，最可怕的是我演的居然被系统识别成爱。”这一番话瞬间在网络上引发了轩然大波。观众不仅被他的幽默所吸引，更让人们意识到，那个曾在雨中执扇、眼角眉梢透露着狠厉与威势的王真，居然比任何虚拟的武打场景都更加震撼人心。那一刻，他不仅仅是舞台上的角色，他似乎成了虚拟与现实之间的一座桥梁，既真实又虚幻，仿佛是两者交织的存在，令人不禁沉思。然而，陈逸天自己也未曾料到，这部剧《兵器谱》与赵丽颖主演的《与凤行》竟然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当他得知这一点时，不禁感慨命运的奇妙，缘分也太奇妙了吧。凤行，这种天命般的交织，让他既感到惊讶，又充满了激动，仿佛命运早已为他们编织好了这段相遇的桥梁，冥冥之中将他们的事业紧密相连。这份缘分也让陈逸天在心底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激动。陈逸天曾在一次采访中毫不犹豫地表达过自己对赵丽颖的深厚喜爱。当被问及最喜欢的年轻演员时，他坚定地回答：“当然是赵丽颖了。她每一部剧都很棒，我真的很喜欢她，不论是角色的塑造还是表演的细腻，每一部剧都让我特别入迷。”正因为对她的喜爱，当陈逸天得知自己出演的《兵器谱》竟与赵丽颖的作品有如此深厚的渊源时，他内心充满了惊喜与感动，仿佛命运在不经意间将他与赵丽颖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份奇妙的缘分让他对这次合作充满了特别的意义。在元宵的夜晚，陈逸天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动态，既是对粉丝们的节日祝福，也是对自己与赵丽颖之间特殊缘分的感叹。他写道：“祝大家元宵快乐，一起追我的兵器谱。”这简单而真诚的话语透露出一丝俏皮与热情，
仿佛让节日的氛围愈加浓烈。对于陈逸天来说，兵器谱不仅仅是一个演绎的机会，它更像是一段与命运亲密接触的旅程，一段由缘分牵引的旅程，让他不断感受到命运的奇妙与不确定。在元宵这样一个象征团圆与热闹的节日氛围里，再回头看陈逸天饰演的王真这个角色，其实会发现一种很有意思的反差感。表面上，他是宰相之子，是高门贵胄，是一出场就自带光环的人物。可当镜头慢慢拉近，观众却能从他的眼神和动作里读出一种若有若无的江湖气。那种感觉就像一把看似普通的折扇，轻轻一合一开之间，却暗藏锋芒。很多古装剧里的公子哥往往只是装饰性的存在，衣服华丽，气质优压，但人物却缺少记忆点。而王真这个角色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很大程度上就在于那把扇子。它不是简单的道具，而像是角色气质的延伸。语中直扇，眼神凌厉，那一瞬间甚至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这个人并不是在演戏，而是真的从某个江湖故事里走出来的人物。也正因为如此，当陈逸天调侃自己的表演被系统识别成爱的时候，反而让观众觉得很有趣。因为在如今特效、爱技术越来越多的影视环境里，观众其实更渴望看到的是演员真实的表演张力。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一个角色的气场强到让人觉得不像真人，那恰恰说明演员把角色的戏剧张力推到了极致。而这篇故事里最让人觉得有趣的，其实是那段关于兵器谱和与凤行的缘分。娱乐圈里常常讲资源和机会，但有时候命运的轨迹又显得格外微妙。一部作品原本的名字、最初的构想，可能和另一个演员产生过联系，而几年之后，却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出现在观众面前。这样的巧合，听起来就像是一段被时间重新改写的故事。提到赵丽颖，其实很多观众都会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从早年的圆脸小花到如今被认可的实力派，她的每一步都走得并不轻松。也正因为如此，当其他演员在采访中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她的欣赏时，反而会让人觉得格外真实。因为在这个行业里，真正能够被同行持续称赞的演员，往往都是用作品说话的人。所以当陈逸天说最喜欢的年轻演员是赵丽颖的时候，那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赞美，更像是一种来自同行的认可。对于演员来说，观众的掌声固然重要，但来自同行的肯定，往往更能说明问题。也许正因为这些微妙的联系，兵器谱在很多观众眼里就多了一层特别的意味。它不只是一个江湖故事，也不只是一个新角色的诞生，而像是一段被缘分串联起来的行业记忆。有人在剧中直扇入局，有人在另一部剧里执剑而行，看似毫无关联的轨迹，却在时间的某个节点上悄悄交汇。而观众喜欢看的，其实正是这种感觉。戏里是江湖，戏外也是江湖。王一博 LOEWE 秀场随拍，最高级的氛围感是不迎合的松弛与笃定。巴黎时装周的罗意威大秀，从来都是全球时尚目光的焦点，而王一博的亮相，无疑是这场艺术盛宴里最动人的一抹亮色。摄影师 Shan 因镜头下的这组随拍，没有精修映照的刻意雕琢，没有千篇一律的营业摆拍，只用复古胶片的质感色调，就把 LOEWE 刻在骨子里的艺术松弛感和王一博独有的冷感疏离气质完美融合在了一起。哪怕只是抓拍的瞬间，也藏着直击人心的氛围感，再次印证它与 LOEWE 的契合从来不是表面的品牌合作，是精神内核的同频共振。这套造型的精髓，恰恰是 LOEWE 标志性的反奢华的精致。亮蓝色廓形夹克是整套造型的核心，品牌标志性的宽松剪裁，不紧绷，不束缚身形，自带不被规训的松弛气场，却又靠利落的线条守住了高级时装的质感，没有半分拖沓臃肿。高饱和的湖蓝色在复古胶片的色调里，
既足够出挑，又完全没有扎眼的浮夸感，像巴黎阴天里的一抹晴空，瞬间打破了秀场的沉闷。内搭的撞色连帽设计，袖口的条纹细节，更是整套造型的点睛之笔，用叠穿的层次感消解了夹克的利落冷硬，添了几分复古街头的随性自在，让整套造型在高级时装的质感之外，多了几分不费力的少年气，完美契合了 LOEWE 艺术生活化的品牌内核。更打动人的是他刻在骨子里的冷感气质与毫不营业的松弛状态。整组片子没有一张是刻意摆拍的 pose， 全是行走间的抓拍，下车时的回眸，人群里的侧影，低头时的瞬间。他没有为了镜头刻意管理表情，没有端着明星的架子，甚至连眼神都没有刻意迎合镜头，只是自在地走在人群里，周身却自带一层疏离的氛围感。复古胶片的颗粒感，把它立体的轮廓、微卷的发丝衬得更有故事感，像一部欧洲文艺电影里的原声画面，没有一句台词，却每一个瞬间都藏着未说出口的情绪。这种不迎合、不刻意、不紧绷的状态，恰恰是时尚镜头里最难得的特质。它不用演，不用装，只是做自己，就有了独属于自己的强大气场。很多人疑惑，为什么 LOEWE 会持续偏爱王一博？答案从来不是流量，是他与品牌精神的高度契合。从创立至今， LOEWE 从来都不是一个只追求 logo 溢价的奢侈品牌，它始终扎根于艺术与设计，用简约克制的设计传递不被定义、不迎合世俗的先锋精神。它的美从来不是浮夸的、讨好的，是内敛的、有风骨的、自在生长的。而王一博恰恰就是这种精神的最佳诠释者。从舞台到荧幕，从赛车场到时尚秀场，他从来没有被世俗的标签困住，不迎合流量，不讨好大众，永远在自己的节奏里专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把每一件事做到极致。他的冷感不是刻意的人设，是骨子里的专注与笃定。他的松弛不是摆烂的随意，是历经沉淀后的从容与自在。这种不被规训，永远忠于自我的特质，和 LOEWE 的品牌内核从根上就是同频的。巴黎时装周从来不缺华丽的亮相、精修的映照，但最能打动人心的，永远是这种原生的、不刻意的瞬间。王一博的这组随拍，从来不是一次简单的品牌营业，是他与 LOEWE 默契的又一次印证。他用事实证明，最高级的时尚从来不是把昂贵的品牌 logo 堆在身上，是人与衣的完美契合，是骨子里的气质与态度，让时装有了灵魂。而属于他与 LOEWE 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新的篇章。在这组 LOEWE 秀场的随拍里，最打动人的并不是衣服有多昂贵，也不是品牌有多耀眼，而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氛围感。复古胶片的颗粒感，让整个画面像是一部欧洲文艺片的片段。镜头里的王一博没有刻意对着镜头微笑，也没有摆出标准的时尚姿势，他只是低头、转身、走路，每一个瞬间都显得那么自然，却又带着一点若即若离的距离感。这种感觉其实和很多商业化的时尚大片完全不同，它更像是在记录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塑造一个被包装好的明星形象。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逐渐发现，王一博和 LOEWE 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只是简单的品牌代言。LOEWE 一直强调艺术与设计的结合，它的美学并不是那种张扬炫目的奢华，而是一种克制、安静，甚至带一点叛逆的气质。而王一博身上恰恰有类似的特质，他不喜欢过度表达自己，也不热衷于在公众面前制造话题。无论是在舞台上跳舞，在片场拍戏，还是在赛车场上比赛，他似乎永远都在自己的节奏里前进。这种性格在娱乐圈其实并不常见，很多人都在努力迎合市场、迎合流量，而王一博却更像一个专注于自己世界的人。他的话不多，但行动很直接，喜欢的事情就认真去做，
不擅长的事情就慢慢去学。或许正因为这种专注，他在镜头前才会显得格外从容。那不是刻意营造出来的高冷人设，而是一种长期沉淀之后的自信与笃定。当我们回过头再看这组随拍，就会发现他之所以动人，并不是因为画面多么华丽，而是因为他捕捉到了一种真实的状态。在喧闹的巴黎时装周里，在无数闪光灯和镜头之间，王一博并没有急着证明什么，他只是静静地走过人群，却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也许真正高级的时尚，从来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而是像这样，当一个人和衣服、环境、气质完全融合的时候，画面就自然有了故事感。或许这也是王一博这些年越来越吸引人的原因。他没有试图变成所有人眼中完美的明星，而是慢慢长成了自己独特的样子。而这样的气质，在时尚的世界里，往往比任何潮流都更长久。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